嗨，这里是 Dimin Studio。那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聊一下，我通常怎么帮学生选择这个入门的琴款，以及我自己为什么很少用入门琴。那平常我都是带我自己的 Laylaps 去学校，除了我自己用比较习惯之外，也方便我自己在下课的时候练口琴。因为身为一个演奏家，其实要练的东西其实也是蛮多的，所以我需要在下课5分钟、10分钟的时候去练一些比较困难的乐句，所以当然我带了我自己的口琴，在练习上会比较顺手。那上周我就带了一把这个厂商寄给我的测试琴去教学。从频道开设以来，陆陆续续都会有一些厂商寄一些琴，请我测试拍影片给一些使用上的回馈。那上周教学的时候，我就带了这把琴去示范给学生听。那这堂课它的进度是要带学生的大合奏。那只要有一点经验的人都知道，学生在拍子音阶不熟的状况下，是很难可以完整的合在一起。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带学生做分部练习。那这个分部练习刚好练到贝斯以及扣的这两个合奏乐器。那总共有6个人。那这时候没有主旋律怎么办？那就只好我自己吹，所以我就拿了这把厂商的测试琴吹奏主旋律。但是6个人跟1个人的音量是非常有落差的，所以我就需要用比较大的音量去演奏，这样学生才可以听得到我吹口琴的这个主旋律的声音。但是我在用大音量的演奏状况下，我发现这把琴的音准开始下降。大概15分钟至20分钟就已经降到这个簧片断掉，然后已经闭簧，完全吹不出声音了。当然我知道，以一般的人来说，一般的玩家来说，比较不会用这么大的音量去吹奏口琴。平常我们可能就是吹奏一些流行歌一些古典的小品，一些好听的印象中的音乐，我们不会实际的这么样大音量的去测试一款琴。但是对于演奏家来说，如果这款琴它没办法承受大音量，没办法演奏大音量，它在音乐上的这个张力就会有一定的限制。所以对于我们来说，去用大音量吹奏口琴，用小音量吹奏口琴，是一件非常非常平常的事情。那不同的音量在这种音色的表现上也会不一样，蛮有趣的。所以我就经过这个簧片音降的事情之后，我就开始就去想，这个学生实际上就是到底是需要什么样的口琴，以及我到底会推荐学生用怎么样的逻辑去选择口琴。我到底是要买塑胶琴、金属琴还是木头的琴？到底要好吹，音色要好听，还是又要耐用？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这些东西，不同的配置它都会适合不同的曲风。那在正常的状况下，你也不可能就只买一把琴。在正常的演奏的生涯当中，你也不可能就是一把琴吹到底。那其实这些东西都是需要考虑的。通常好吹的琴在我这几年的经验下，簧片通常会比较轻薄，但轻薄的簧片耐用度就会比较不好。如果你想要考虑音色，你想要温厚扎实一点的音色，簧片就会比较厚。
但是簧片厚，新手又觉得不好吹，就是这些东西是相互会影响、会抵触的。那其他还要考虑的问题就包含说，例如按键的滑顺度，那还有例如胶片，会不会有啪啪啪的声音？好，再来就是这个琴，握起来啊好不好握？然后你买来的时候，这个音到底准不准？这些东西掺杂在一起，就会变成说我很难很精确的跟你说，就是你推荐你就是唯一选择。随着这个各个年份、各个厂家的技术不断进步，会有不同的口琴推出，所以没有一个非常非常精确的答案，就是说 OK 好，你就买这款琴就对了。好，就不同的人会适合不一样的口琴。好，那总结来说，我经过这几天的整理的思绪我会推荐给入门者的几个建议啊。第一个，买好吹的口琴，音色普通，不要太难听就可以。原因是因为这个时期的入门的人在吹奏上的嘴型，它的差异是非常大的。不管你是吹 Hohner 的琴、Suzuki 的琴、Herrin 的琴，然后东方的琴、JDR 的琴，好，不管各种厂家的琴，我觉得在你嘴型变化非常大的时候，以及你嘴型不固定的时候，我觉得它的这个吹出来的东西差异实在太大了，参考价值不够。好，所以这时候其实你就买这个好吹的琴，然后音色不要太难听，不要太独特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那第二个就是买好保养的琴。今年是我要迈入我教学的第10年，就是带学校的校队要迈入第10年了。那在我的经验里面，通常学生的第一把琴啊，都是非常恐怖的。就学生不太会保养，也没有这个概念。那我觉得学生他就很像是入门者的这个族群，所以琴里面生锈、氧化，然后不小心摔到地上变形，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。所以你只要买好保养、好维修的琴就可以了。那塑胶的琴身其实是相对好保养的。那等到你吹一段时间之后，你开始会在网络上找寻一些资讯，你开始会知道你喜欢吹奏什么样的曲风，喜欢什么样的音色。那这时候你在投资自己，换你喜欢的那个取向的进阶款、高级款的口琴，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。那第三，就是不要买太奇特设计的口琴。原因是因为这个口琴啊，它在吹感上、手感上都是会影响你演奏的精准度的。例如你今天买了这个孔距跟别人不一样的口琴，你买了特别小只、特别大只的，或者是你买这种特别肥、特别窄的，这些都会影响到你在演奏上的手感。甚至是你未来要进阶到比较高级的琴款的时候，它都会有影响的。所以它都会需要有一段时间去过渡。所以这个东西也要特别注意，不要买这种太奇特设计的口琴。有些东西很炫，但是你不见得是适合你，也不见得是实用的东西。那第4点也是我觉得相对重要的一点，就是你要买一款方便你维修的。也就是说，一般的琴友啊，入门的琴友，他其实是没有动手维修的能力。他甚至他的琴遇到
什么样的问题你都没有办法去找出来，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判断它是什么问题。有时候问题是 A， 但你在解决 B 的问题，那你就变成好像会把其他东西弄坏。所以要找容易维修的。那什么叫容易维修？你的这个认识的朋友这个周遭里面有没有会修口琴的，或者是你的店家有没有办法帮你处理这个问题？那通常新手的这个时期又很容易有很大的机会去参加这个比赛，不管是国内或是国外的各种大大小小的比赛。那这时候你会大量的练口琴，有不小的几率会在比赛的前后，或是甚至比赛当天，你的口琴会坏掉。所以你找容易维修的品牌就有好处，因为他们通常会在这种国际的口琴节会设立维修摊位。那即使他没有维修摊位，那因为他是大厂牌，所以也有一些琴友他有办法帮助你去维修这个口琴。这边有个经验可以分享给大家就是我在小时候2006年参加亚太口琴节，那时候我比的是复音独奏，我记得拿了5把口琴上台。那在比赛的当天，就在当天有其中一把的音降非常严重。那因为那时候我是国中生，我没有维修口琴的任何能力。那我的老师他也没有办法帮我修口琴，所以那我总不可能只带4支口琴上台，所以我就在现场掏钱买了一把全新的复音口琴，就把它凑齐5支，然后上台去比赛。那当然，你买新口琴一定会有一些问题，就是新口琴通常它的声音没有很放，没有很开，这个簧片震动的这种吹感也会跟你旧口琴不太一样，所以这时候就会有适应的问题，就很像是假设你平常都拿足球在练习投篮，但是你忽然要上场比赛换成篮球的时候，那个手感就是会有差，那个吹感就是会有差。所以如果你当下有人可以帮你解决这个口琴的问题，那我相信它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。好，那以上讲了这些心得一定会有人问我说，老师，那你有没有推荐哪几款琴？不免俗的一定要推荐哪几款琴？好，那我也老实告诉你，在我这个今年迈入第10年的教学经验中，以及我所接触到的这些厂家寄给我测试的这些琴款，我不敢说我吹过很多很多琴款，也没有这么多，我手边也没有这么多的资源。那就在我这些所接触到的琴款下去选择。在2023年的年初，这个时间点，我觉得 Suzuki 的 SCX 系列是一个品质相对稳定而且好用的东西。那当然我知道这个价钱，它对于一般真的只是想要入门体验的人来说，它并没有特别的亲民，它甚至是你需要存一点钱，你才会愿意买下去的琴。但是它是一个稳定的产品，那音色也中等可以接受，所以这款琴我觉得还不错。好，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就先聊到这里。那如果有厂商想要寄口琴给我测试，或者说琴友有对某几款琴有兴趣，那也欢迎你可以联系我。
因为我手边也有累积了一些这种情款我们可以交互的测试比较一下。那如果什么样特殊的心得我们再来拍影片让大家知道。OK， 这里是 Dimi Studio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